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康收税的立法委员林俊宪，大家好；资深媒体人理工男黄创夏，大家好。补充一下，准时到的林俊宪。对，最近几次都很准时，好不好？来，资深媒体人陈东豪，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台北市议员钟小平，大家好。今天的来宾都很搞笑，我有点水土不服。真的吗？听说礼拜五很好笑。OK， 欢乐，好笑吗？欢乐。对，政治不需要搞成这个样子，好不好 ？OK， 来，接下来资深媒体人邵逸夫，大家好。好久不见。财经专家许清华，虎哥，大家好。好，那你不要看现场的氛围是这样，但是要走出这个摄影棚以后，国内的政治的氛围是这个样吗？今天朱立伦再次说出了，赖清德总统是司法追杀所有的这一切，为什么呢？因为该来的总是会来的，为什么呢？因为继台南、新北、台北、基隆，接下来今天早上。国民党台中党部被搜索，同时有几个人被带走，那相关的一些资料也被带走。那接下来呢？这所有的一切侦办，对整个，因为现在的罢免已经到，尤其要罢蓝委的话，大概是到了第二阶段，是最后，包括已经收件啦，然后最后已经要做造册的一些时间。那重点是在那当国民党要发动一罢制罢绿委的时候，怎么会延烧出这么多？连像基隆的话，连行政系统都已经嘎进来一些事情。那像譬如在昨天传出来，把地动山摇那部分当领先人要退出以后，那接下来呢？接下来又该怎么办？因为钟小平本身以前有过包括林昶佐的那个经验，所以到底接下来对国民党面对到这个困境又该怎么做？不会开始，先让观众朋友看一下，在今天台中市长被搜以后，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说了重话。来，我想从赖总统的态度已经很清楚啊，就是他一再表示，第一啊，就是叫民众抗议去天安门抗议；第二，司法一定是追溯到底，追查到底，要等于是用司法的手段追杀在野党到底；第三，毫无疑问的，就是大罢免，他希望每一个选区只要罢蓝的都要过关，35个选区都要过关。这事实上就是赖清德的态度，所以这些所谓的鹰犬们就全力的照他的态度来对在野党不断的追杀。那我相信啊，最后啊，人民的力量是最伟大的。民进党你再怎么恶搞，再怎么乱搞，最后人民的力量会站出来。来看一下，今天台中党部被搜，从上一次是罗志祥吧，在北检的时候在门口讲了。走狗2个字又出来了。今天是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口中出现鹰犬，看起来他们是认定就是司法一路要这样追杀下去。可是不管怎么说，如果涉及到违法，该办还是办。现在到了台中党部，接下来呢？基本上呢，朱立伦刚刚讲话呢，就很像我们很多政治人物，面对司法的时候就会这样子，司法迫害，司法迫害，所以他们现在就变成要打司法迫害这个局，这张牌。因为他们现在已经找不到什么凝聚的力量了，然后怎么办凝聚？司法迫害。但是台中今天被收了，但是看媒体报道里面，很多国民党内部人讲说，该来的总是会来。是对这个东西才是最伤的。社会上当然对于说是不是要这样子的，到达收押羁押禁见，可能比例原则上还可以讨论。是，但是你国民党搞成这个样子，你的司法破坏会激起多少的同情？包含你自己蓝军。里面有多少的同仇敌忾？恐怕都是个大问题。原因就是说太懒了，因为大家都觉得你从头到尾，你在这个议阶，本来大家都觉得国民党议阶应该很容易过的，太容易了，太容易了嘛。对啊，你抄也要认真点嘛，抄到这么不认真。你联署认真点，不是抄认真点，他抄得很认真。人家是抄得很认真。联署用抄的也要认真点嘛，对不对？他真的很认真抄啊。对啊，他没有不认真哦。不是，也要专业一点的。不是，你也认真一点，人家的年纪看一看也知道，过百的也问一下是不是真的。要专业一点嘛，对不对？要用心一点嘛。太轻忽了，太不用心了。可是现在这个东西继续烧下去，当然下一个，当连台中都出事了。双北出事了，台南出事了，基隆出事了，宜兰也被收了。然后党中央到底有没有事？是，现在就是大家会问了嘛？那党中央到底是
主动被动，有没有默许还是直接的指令，我看接着都是下一波的这个情况。因为如果照郑浩这2天讲的，因为像原民党部、国民党没有原民党部，没有。所以是不是真的有主发会有介入到其中这些？这个事下，因为如果真的有，国民党好像有一个原住民工作委员会，主任就是在主发会下面的一个对，在中央，对，那就在中央嘛，对啊。所以后面主任哪个主任？这个情势下去，那现在我们就开始整个大罢免的局势了。现在35个蓝委，当然你看傅昆萁拔得头筹嘛，而且那个数字显然是故意的嘛，32777，对。32就是死当，777就是去，我觉得他们挑出那个数字都是故意的。那傅昆萁拔得头筹，然后现在呢，接下来下个礼拜开始陆续送件，我们就看那个罗志祥是2阶第一个过关的，目前是傅昆萁是第一个最高比例的169.02，然后洪孟凯是武汉票最多，所以下个礼拜大家都讨论的是国民党里面的排行榜。那国民党很难看，因为国民党也要开始发动426时候发动。对于绿委的15个的罢免，所以这种情绪当然是他们可以发动他们认真填联署书的。这时候应该认真了，应该练做。可是下来出了状况是张克基不干了，最有可能的吴思瑶，你可能台北动不了。然后很多的县党部、很多的市党部里面，现在他们突然发现当书记、当执行长是最危险的职业。所以他现在怎么动起来？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所以你会讲说共办效应50个全过。现在看起来，国民党那15个要过很难。那当然，像林俊宪委员是另外有隐忧了，你还是要担心一点。祸起萧墙。所以整个群势这样子下去，国民党怎么过这一局？看起来是非常困难。所以那些立委都很乖了。所以今天虽然是月会期间，林俊宪委员还是很安全的来了。不过这个会大家会讲说为什么？因为整个大罢免风潮会不会跟去年整个包括一些法案啊，那法案的通过会不会有涉及到扩权的部分，让民众会心生不满，胜过总预算？所以现在看起来到了这个会取对，因为这2个礼拜林俊宪委员都是准时时间到，大家不太习惯。然后但希望以后立法院能够正常一些的运作。可是现在看起来，如果真的讲的话，我讲这上光，一路这样烧，接下来是中央党部吗？你如果再这样烧下去，朱立伦刚口中的追杀，难道真的激不起蓝营支持者的同仇敌忾？好歹不管是2阶能不能够针对绿委，能够过几个，胜或好吧保本吧，自己的35个，假设真的啦，过了个20几个、30个要进入3阶，好歹塑造所谓的司法追杀的这个保本，让所有的蓝营的支持者出来投票，保住自己人，够吗？我觉得一件事好，那个我们现阶段进入2阶联署的是35-15嘛。对。那民进党区域里面13个的所在地，全部被搜索，全部被搜索。台南嘛、新北嘛、台北嘛、高雄嘛、宜兰嘛、台中嘛，总共里面的区域立委13个，全部被搜索。对。那还剩下2个原民的吴丽华跟陈莹这2个，还没有，但是他们2个人的那个错误率跟死亡人数也很高，尤其是吴丽华189，对，也很高哦。好，那其实国民党他没有一个原住民党部，他是在主发会里面有个工作委员会，有个工作委员会，对，在中央党部，所以大家为什么在看？区域的。都收完了，现在就看中央党部的问题。那当然，你现在的用词是一路政治追杀，那我们现在在等着看的是，在这个被搜索的县市里面，谁要先起诉？因为起诉完了以后，我们就可以看到里面有关的证词跟证据嘛，这是最清楚的一件事嘛，对啊，证据跟什么等等嘛。那到底证据力够不够，或是怎么？那到最后要用检察官的起诉书里面，我们要去做看它里面的证据，甚至于我相信嘛，挺蓝的法律界也有，挺绿的法律界也有嘛。到最后那个起诉书一出来以后，法律界又会做什么样的反应？其实那一个如果在投票前，那一个就会影响到罢免投票。那什么时候会出来？不知道。第二个，
现在朱立伦在讲的话，到底会不会引起蓝营基层的情绪的波动？是，我觉得他在那个417、418一直到426，那个情绪波动已经拉到最高了。就426的游行啊，还有北检的事情已经拉到最高了。那接下来看的是，你朱立伦到底要让整个国民党做什么事？那接下来看的是，你朱立伦到底要让整个国民党做什么事？不是你朱立伦走出去做什么事？你说你去逛永安市场又怎么样？你去逛了，大家也没什么感觉啊。就是说你什么事情可以让国民党的基层，他的情绪一直维持在波动过程当中，是从426一直要延续到投票。还能做什么事啊？这就看朱立伦要怎么做啊。对啊。你不能每个礼拜办一次大游行吧？不，他最简单的一件事，就是说，你看罢团跟国民党的二阶联署，你看到他二阶联署一路上都在办的过程当中，到底你的二阶联署怎么做？怎么弄？比如说，你像赵少康要带领人去中正万华联署，好，明天好像是说戴琪健要跟要跟赵少康的，他去的不是议长，是主委的位置哈。对，他是主委，他现在就代理主委。对，他秘书有打给我，也打给吴志刚。好，所以你们都会。但郭兆也打了，可是他可能选择不来吧，大概这样。就是说，你的这样的一个活动能不能再办下去？再办下去。那当然，我觉得他们选择吴佩仪是对的了。对，要不然那选吴思瑶的，因为吴思瑶没有连领衔人都没有，领衔人已经离开台北了。李孝亮是规章厚李孝亮。OK， 被捕领衔人也不见了啊，被捕领衔人也找不到。你讲张克进那张克进领衔人，因为讲说现在找不到那个张克进，媒体又讲很多了，包括他是不是已经离开台北？离开台北，现在连候补的那个被捕领衔人，听说也备位领衔人没找到，听说也现阶段也找不到。OK， 好，然后你去看，几乎领衔人80%大概都交保，都交保。我是说立委啦，那个基隆的那个领衔人是议员的嘛，哈，那个是罢免民进党议员的那个被声押嘛，被羁押。但其他的几乎全部交保，全部交保。那交保的意思，全部都列被告，全部列被告。当然，被告里面只有2个无保请回，一个就是张克进，一个是好像是罢黄捷的那个80几岁的那个黄姓女子，那个还出庭的时候，不是还在外面有昏倒那个，那只有这2个无保请回，其他全部交保。那交保。我们都知道嘛，交保基本上大概都列被告，好都列被告。那现在国民党最麻烦的一件事情，你的量能要从哪里来？你量能要从哪里来？你说赵少康办一场，那请问你其他15个你要怎么办？你15个要怎么去办一个热度出来？然后第二个，你在同仇敌忾的过程当中。你就在426之后，你又发生了2件事，一个是基隆的张渊祥，公务人员应该是，尤其是民政单位的负责人，应该是要维护市民的个资不外泄。他最重要的职责，除了更新他的市政以外，他不能让这个外泄。结果他自己去做外泄，而且人民对个资的重视程度。他不是只是在基隆而已甚至于全国人民看到你的公务人员怎么会去这样干这种事，把外资泄露出去，他的波动是整个贯穿基隆。大家都说：“哎，你国民党其他县市呢？你国民党怎么会这样干呢？你怎么会透过民政系统、民政局长去把资料外泄呢？这个会让全国人民里面。”对个资的维护里面，会觉得它是一件让人
厌恶，而且是极度厌恶的事。哦，这是一件，这是一件，还有一件，那当然就是花莲了。花莲里面我曾经讲过，你不要光看《镜周刊》，你还要把调查报告拿出来看，合起来看嘛。监察院的，你那个时间点你才斗得出来，他们到底做了什么事嘛？为什么人家6月25号提出固定污染源操作许可证展延？然后你7月2号叫人家缴钱，7月5号人家缴完钱，7月6号你跑去现勘，7月7号你就告诉人家，我告诉你，你展延那个证过期哦，我可以勒令你停工哦，我可以勒令你停工哦，然后你自己考虑哦。7月7号开完了，果然7月10号发文给福安了，告诉他说，未取得许可证前不得操作，哇，然后到了监察院的时候，花莲县政府的解释我真的是匪夷所思啊！没有，那个我们只是观念通知，不是强制处分。我请问你，业者收到那个函，他要怎么做？观念通知而已啊，不是强制处分吗？我可以不理你吗？如果我7月15号继续还在做，我的证7月15号到期，我7月16号做，你会不会来罚我？你会不会来罚我？上哥，你应该把今天的加进去吧？好，你们发现吗？最厉害的是还钱了。请问一下，从杂志从媒体上面，他把这件事情整个包括那个什么音档出来，那几号？礼拜二，今天媒体上就报道还钱已经汇了2亿3000多万，汇了，是不是？好，现在发现原来这是有用的。没有，他就在跟你讲说，因为我们半个月前就在作业了，流程刚好走到，因为法律上面还没有完全定案，什么，这理由能接受吗？很巧，不是，你要知道你还的钱是哪一段的钱，他还的钱是那个废纸新法里面出来那个看到那几件，当然大家都看到说你看花莲县政府赢了，对不起。花莲县政府赢的是109年之后的，福安赢的是你废纸从10块废纸，然后到提高70块那一段，从最高行政法院的判决确定，到你的再审被驳回，到你还去申请大法官解释，大法官不受理，跟你说不符合要件，去年5月全部都定了，去年5月你说我们符合规定半个月流程，那不对啊，那半个月流程，你为什么不是去年6月就应该还钱了吗？这个是确定的，6月还钱，他是用什么理由告诉你说官司还没有确定？他就告诉你说，因为109年后面的事情怎么样，对不起，109年归109年 ，OK， 定案的。法院已经走完流程定验的，去年5月所有流程都走完，你再审也被驳回，然后你大法官解释也不受理。我们讲明白一点，是不是因为不只是媒体报，而是因为大罢免的风潮，对，已经闹到这个样了，对，一定是，是不是？你看，你看一个动作就好，你看那时候周刊出来的时候，傅昆萁还站在议场前面，拿着那个说那个是绿营提的怎么样？结果我被那个胡润胜拿会议记录打脸嘛，那个就不谈。你看他那时候还要强悍的辩驳，但几天讨论下来以后，你有没有看他昨天要被采访的时候，还把摄影机都看不要挡路，不要挡路。你看那个就这几天他的态度变化，第一天还透过友人，然后直接站在议场面前，然后隔了1、2天。是推开麦克风不受访，那这里面你就看得到说这件事情，傅昆萁不想再谈，现在是灭火止损，不审了，对，就是这样嘛。我现在先还了嘛，我先还了以后，要不然后面会一路这件事情会一路再被讲。还完了以后，他就要把那个录音档当没事，但对不起那是2021年的7月7号。录音档当没事，但对不起那是2021年的7月7号。
那个行为已经发生完。如果检察官里面认为他具有不当县政府不当得利或是有恐吓，那个行为已经结束了。那个不会因为你后面还钱，你前半段就当没事了。他现在就是用后半段的还钱，看看能不能把前面那一件事情淡化掉。但是检察官不会停。不是，可是刚刚上空所讲的，连花莲，连包括这整个后续，因为色六呢，整个情绪高涨以后，每次要问说国民党后面到底要用什么样一些策略，能够最起码第一个让整个在大罢免风潮下，看来现在岌岌可危的态势能够守得住，甚或能够有一些反攻的措施，对自己的人也可以保住。小平，是我们这样来讲，一攻一守之间，对，你们现在显然第一个。这35席看起来，如果照因为最近看每一个罢团公布来看的话，搞不好真的是20到30之间。如果要到3阶，那对你们来说，怎么样能够保到所谓一席不失？另外，当张克进那个讯息再出来，本来你们最有把握的，我们讲在媒体报道，你们最有把握的本来应该是4席，包括原住民委员2席，包括台北这2席。但原住民委员那2席看起来，如果再查中央党部下去的话，是不是也会有一些状况？然后包括台北这2席，看来就剩你中正万华这个地方，因为张克进，当你已经找不到他以后，你有过这经验，就是你办过那个紧张者，那怎么办？先讲这个哈，这个宣传一下，尴尬的问题，这个是赵少康主导的哈。他秘书打电话，好不好？可赵少康很客气，为什么是战斗来主导？他一直关心嘛。OK， 郝龙斌跟他一直关心。你为什么不讲实话？因为战斗蓝觉得党中央没用呢。你为什么不讲实话呢？我是国民党党员呢。对，不要害小平好不好？对，因为尊重他当过台北市长嘛。OK， 所以郝龙斌在号召主任，他是主要了哈。然后这个戴启清议长应该写戴启清主委，因为这是一个政治。他是代理主委。对 ，OK， 好。然后你们2个，你跟吴江是在地议员，愿意来出来罢的。OK， 那郭兆颖我搞不清楚了。好，还有一个郭兆颖，郭兆颖有一点小争执，在上次那个秘书长来我们党团，要求我们3个议员万华一个人5000份，然后他有点 argue， 说他这样罢浅绿票会跑，然后就他的取决定，那我不评论他。OK， 好，就是他可能小动一点，不会大动。那我跟吴志刚比较会大动。好。大家听过田丹复古的故事吧？72城池，只有剩即墨跟莒城，对不对？即墨可能是北投了，可是我们莒城还在。哎，对，我们有没有听过有个叫莒光新城？有吧？有没有那个纯眷村嘛？哈，400-500户。好，所以我们要至少把这个莒光新城把莒城守住。当然，这个北投领衔人在劝他回心转意，因为他如果不回心转意哈。连再多没有用，你2阶送出去要领衔人盖章哎，不是讲说你们要找1/2的那个联署的人，只要同意换那个等于提议人再联署一次哎，难度太高了难度很高很高了，难度很高了。因为你是办过的，所以这个要问你。我觉得难度很高。所以照你这个说法，小平吴思瑶那一席看起来没救了，看起来冻结了。除非他叫冻结，除非他回心转意。好，这点好，再回到重点是万华中正，好不好？好，那赵少康不放弃嘛，继续拼嘛，那我们也会努力。那为什么？那这是讲我们的。另外第2部分，我们讲说我们被签了25个，好了，好不好？好。那我绝对不能25-0，要25-1也好嘛。原住民我看起来有点搞不下去，对吧？那好，所以呢，那现在哈，所以你觉得可能是25-1？可能因为你们可能就剩中正万华这一席，可能性很高。所以其他那个什么台中啦、高雄啦、宜兰啦这些，台南啦，你觉得都不乐观？除非好，我讲白一点了，除非要有大人跳下来了。严宽，因为在国民党大人现在很敏感，这2个字。我所谓的大人，我也是大人啊。对。严宽也是大人，年纪小，可是就是所谓大人是有联署能力的，好吧？这个有联署，有罢绿的联署能力的，等等。好，所以再拉回来哈，就是哈，那我们被罢那25个，啊，就危险区那10个或10多个了哈。我特别讲台北市好了哈，集中焦点哈。现在的问题是哈，他一路打下去，你会说那会不会如刀之2刃？民进党这么凶狠，就到了台中党部也收党员名册以外的什么支持者的、赞助者的，还有选战攻略什么都在讲。赖清德不怕这个，他的目标达成哈，
就是简单讲就是我现在往前，我就要摧毁你。他目标你看整体是不是打反共？而我们到现在还没有选择打反台独，因为反共反台独是台湾意识形态的主流民意。他那个够大，你要找一个一样大跟他打啊。那其他反威权什么都太小，我认为反废止都很小。好，所以拉回那我们到底反罢免会不会出来投票？这关键嘛。目前有升，大概升了7-8%，可是还是不够。民进党人有8-9成要出来投票。所以简单讲，就是这是一个不对称的战争，对于罢免人家很有利。我举例说我的例子，我霸凌场所过3年前，你知道赖清德跟这个蔡英文来了几次？7次，所有各大公庙都去。那你们呢？我们当然我们就主席没来嘛，差一点点，差1.几%，可惜吧？那次拿下有那个时候主席是谁啊？朱立伦不是那时候反正有人叫一直不要来，反正不管他，不要朱立伦。好，然后他没来，结论就是没有来嘛，差一点嘛哈。好，我现在讲重点不是这个他来不来，而是民进党这么用，我讲了反罢免的难度，救人的难度，我要讲这个哈。对，那我要怎么吹出来？我只是一个人签嘛，那其他党也没支持嘛，等等的一团乱，反正不团结，超不团结。3年前哈，然后这个呢，那我的委屈我没有讲半句，过了就过了啊，翻页了。那赖清德请全党之力来，我们是23%，23点几，就25就过了嘛。你知道民进党只有16%，总共只开了39而已。就我讲的重点，所以我们现在有什么方法？朱立伦要把这个票吹出来。反罢免是养功啊，攻城墙啊，人家会丢10块，丢那个火球什么，就养功是难的，是因为报仇哈。因为行侠仗义没那么容易啊，可是我要报仇，我要弄掉你，我要完全执政，我就把国民党毁掉，哇，这个民进党乐趣太高了，你知道吗？那第一个做什么事真的很高，第一个做什么事白的，我这边小羞辱一下黄国昌，好不好？在你节目也澄清，有些这个断章取义，什么那个金华城案，我跟他道歉。我官商勾结绝对不退让，好不好？我是议员呢，要讲清楚。我说咸湿那个小事为蓝白合，我们都可以表达歉意，都没有关系。可是咸湿的那个骗子啊，那个乌门那个档案，跟官商勾结给人家100-200亿，那是2件事，搞清楚，不要断章取义。我周小平的话，我这个人退让，我还是个人吗？我这样讲是不是？开玩笑嘛，没有官商勾结，你跟沈晶做的坏事，我绝对不退让，追查到底，够清楚了吧？好，再拉回来，请问黄国昌在干嘛？你们需要白银的支援，现在白银现在每个区都20几%罢我们的人呢，你可不可以号召一下，对吧？我讲民调，这个第一块要弄回来。但是我也跟你讲一个民调，民众党的支持者对黄国昌的满意度只有6成。是啦，黄国昌只叫得动6成的票，就是换句话说，6成小草变成小葱，还有小草4成还是小草，好不好？这个讲清楚。其实他可能力有未逮，可是也要呼吁嘛。20几%的白要罢徐小清等人，这些人，请问这些是不是致命的要害？这些票是一来一回是2票20几%的白要罢徐小清等人，这些人，请问这些是不是致命的要害？这些票是一来一回是2票，输赢真的几千，罢不掉。所以第一个，拜托白再呼吁一下；第二就是我们怎么让我们的人出来救人，我认为是最重要。金政委，现在看起来国民党有像刚讲，你要田单复国，你好歹要有那些策略嘛，你要有火牛阵，你要有这些，有吗？朱立伦现在端出来的第一个就是司法追杀。然后你看赖清德动用鹰犬，然后全面铺天盖地的，这是一个。然后接下来就刚刚小平讲的，期待白军来源，用这样的一个方式，那国民党接下来就能够包括守住自己要被罢的，甚或进而对你们这些委员，他们能够进行到罢免吗？那个因为我也是被国民党罢免的对象。是。对。他脸怎么笑笑，好像蒙娜丽莎的微笑。对。谢龙介才说跟我交情不错，转身就摆摊在罢免我。OK， 对，所以我还是要戒慎恐惧。好，因为其实刚那个小平同志提的那个案例，罢免了，就是那个仇恨对我们都知道，那他投票的动力就高。对啊，其实林昶佐是现任的嘛，对，照理讲他票多，都来台当选，但是他的罢免投票哪一边比较多？23-16，对。就是要罢免他人，他会跑出来投票。对，民进党的2大王牌蔡英文跟赖清德，
去了几次？7次，才16%的人出来投票。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蒋万安要喊倒阁。与其这样一个一个被罢免掉，不如啦，再收他嘛，再赌这个啦。所以你看哦，照理讲，林昶佐那场应该是支持他的人要投票率比较高。这个就是罢免投票的一个特点。就是你仇恨值，他说他联署完成到这个阶段，他投票的动力就比一般人都高。但是上次是单一选区啦，那这是扩散性，好，那会不会有所不同啊？第一个，朱立伦的领导，这个当然是出了问题。他一开始是反对发动罢免，后来发现不大对劲了，以罢制罢。那你以罢制罢，就搞出了现在到处都是作弊啦、伪造文书嘛。其实台南已经发生事情了。台南最早吧，我就去提告。我尊重你的罢免权，但你不能假造冒充，甚至死人联署。其实最严重的是死人联署了。你没有死人联署，也许还可以说还有理由。你死人都可以签名，这还用讲吗？那如果有台南做例子，那你其他地方还这样子继续这样搞吗？我再举一个对比啦，两个党主席都下令要动员去支持罢免，对不对？对。民进党公职也有责任啊。党员名册国民党抄嘛。民进党没有党员名册吗？民进党有啊。但民进党不会去抄党员名册。我不是说就民进党的素质比较高了，不过确实也是啊。我们就知道不能抄嘛。第一个这比赛抄要往缓嘛。第二个已经有发生那么多的案例了嘛。这当然知道不能抄啊。那国民党还是每个县市，傻傻的这样一直抄。好，那你现在为什么你朱立伦喊什么司法破坏啦，还弄裸清点害啦？你根本没有说服力。不像西朗现在很强面。好，那你朱立伦如果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这个状况，你只会喊啊，怎么都是赖清德的错。其实朱立伦会害死这些国民党的继承党工，还有这些志工。那你党中央不承担起来，那曹伟郎就是弄你的代志啊。那朱立伦当然现在会担心嘛。现在党内对他的领导威信就充满了怀疑啊。而且第一个人开炮就是蒋万安嘛。你说倒戈就是喊倒阁啊，倒戈台北市长哪轮到你喊？那党主席的事情啊，对不对？而且同场同框他可以喊倒阁。我不晓得朱立伦在旁边，对不对？一定很想一脚踹下去嘛，对不对？因为头还扒了，这话上面倒戈。那重点是，很多人国民党党内的人，国民党党内的人也有很多人急了。所以倒戈那个时候，其实大家在讲说，是不是真的有要讨论这一块？当然后来朱立伦跟黄鸿昌那个在野高峰会以后就定掉，没有这回事。就现在在高峰会是要压蒋万安嘛，朱立伦要压蒋万安嘛，就讲。你看，那都无可能嘛，倒戈都无来啦。这黄国昌没有那巴西倒不了。哎呀，黄国昌的输了会惊嘛，他伊袂赞成嘛。好，我是引用在立法院。有人这么喊嘛。所以，但是这个基本上很清楚的啦，就朱立伦的党主席，这个垮了，倒了啦。当然这一点对民进党会有伤啊。好。就是有这种对手，其实也蛮不错的啦。朱立伦当党主席的话，但接下来，在这个在这段期间任何敏感的事情都会烧起来。因为到处都有罢免。是，就好像花莲那个事件嘛。我刚听那个上工在分析的，第一天恐吓你，第二天厂商就收到公文。有这种行政效率嘛？对不对？然后事情刚发生。傅昆萁怎么讲？泼粪，对不对？赖清德弱，有没有？一副要直球对决，结果呢，要管政府，花莲管政府没行钱啊。那这是什么状况？像这种，当然就会影响到这全国的观点。可是这个就是以前的花莲国了。如果今天没有把这个盖子掀起来，大家可以不知道说，原来在21世纪的现在，还真的可以有这种鱼肉乡民的行为，这个是很可怕的。这个心中还有法律吗？
就算我法律输你，我还是要凌虐给我的戏啊，叫你停工干嘛？你看这厂商在那边就官司打赢了又如何？还是很痛苦的。所以这个就是官僚的可怕了啊！所以像这种事情会不会刺激到大罢免？要，这个绝对会嘛。好，现在又有一个事件，我们张克进领衔人，拒绝。我昨天在脸书就先帮他怎么退出，我已经帮你法律查好了。除了第一个死亡，第二个你要一半的联署的人，第一阶段联署同意你撤销，换一个人，那你可以去找他们吗？因为你找他们，搞不好很多人说，什么时候我有联署啊？因为它里面就有很多冒名的嘛。对啊，你抄名这个都会这样子嘛，所以你去找也不是，不找也不是嘛。所以我才说，同样的都是2个政党党主席，2党都下去推大罢免。民进党也有党员名册，为什么就不抄？那你国民党发现台南出事，那至少你在联署以前也有电话嘛，嘛靠一个电话，某民人告你的，爱敢死啊？对不对？没有人这样问的，这个还在吗？就请他接电话就好了嘛，干嘛问人家这样？因为台南有10人联署嘛，你敢有爹？还在问的，没三倍啊！你问他因为是党员嘛，可能同意的比例比较高，是对吧？支持这样，所以才会在你的名册里面嘛。问看你讲你要联署不？那至少对方不会。到时候收到选委会的单子就直接打勾，我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这个就执行力的问题。这是我刚讲的2党做事情的素质嘛。这个就执行力的问题。这是我刚讲的2党做事情的素质嘛，对不对？你应该大家都应该同意吧？不过俊宪刚刚讲这边是这个是好了，真的素质上有差吗？你会同意这个话吗？但更重要一点是，所以国民党是一开始说实话，一开始就太轻忽，这个一定的。对，就每个地方怎么可能会是给你名册是方便，让你知道按图索骥，不是告诉你说在家自己这样抄。可是好了，事情已经发生。所以刚刚讲说这些过程，可是我还是要回到刚刚讲，所以你刚刚讲的包括什么白银来源或者什么这些，你觉得你们真的做得到，用这些方式就能挡得了大罢免吗？不，做不到就挡不了。我先抗议一下，我们的党员的素质是高的。OK， 对，我就讲你要讲话嘛。对。所以再拉回来就接下来要做什么事情？现在回到卢秀燕，据我了解的卢秀燕跟朱立伦的关系重不重要？对，接下来大罢免当然很重要。那这些人也其实我就是也是做个场面给朱立伦，因为我聚会的聚426，我聚故我在，所以他还是C位嘛。然后他甚至把最后10点钟，他为了要这个跟那个交好，跟黄国昌，所以他的摇滚区的500个位置，他们活动是3点，10点就开放给黄国昌，黄国昌11点到。那就在指挥他们要虚谁啊？那先站好位置，让白衣的人站。所以我们全部都让了，那馆长都可以讲话，有没有？还替柯文哲喊冤，那柯文哲喊冤会不会跟着轴线混淆？也都顾不了那么多了。朱立伦不管，就是我们是猪对黄国昌施出十足的善意。我摇滚区给你，钱都是我们出了。那给你等于是一条尾鱼现场尾鱼肚 total 都在给那些年轻人，前面几百个人的嘛好。还我要澄清一下，我有上台，只是人太多没有看到我。我不是没上台，可是我没有故意走到第一排，这样。你不是因为怕被虚没有上台？有，没有他，因为他上台的时候是全国议员一起上，100多个我去站哪里？因为掉到台下就不错了，挤上去就不错了。好，再拉回来所以有些媒体就没意思嘛我有上，我没上台，我就变成臭俗辣，你知道吗？我有上台，位置虚就虚嘛，就这样子。好，不管你在骂谁啊？那个致辞也很敏感，你在骂谁啊？一下大人，一下。所以呢，现在安内要攘外要先安内。今天我简单讲让王宏威、徐小清、罗志强安全，第一点是不是就是当初我先不谈投票率的动能，刚刚俊宪讲说仇恨值动员就是让在至少民调上，国民党的10%，白的20%，来回颠倒是1-2万票尤其像王宏威那个区，中山是天绿呢，北中山比较深蓝，所以可是是一个2-1的态势所以重点是什么？重点就是要至少
5州制要先求不伤身体，就至少要让白的跟蓝的当初投给王宏威等人的要出来反罢免 ，OK， 甚至不能去投罢免票，投罢免票的要命的1票等于2票，你知道吗？那很可怕。就这个先回来，所以朱跟黄国昌谈，我认为都同意。可是整个方向，可是又跟主席连任啊、卢啊、表态啊、什么王金平劝进，那全部在一起的问题要这样谈。那据我了解，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就是，其实你看5年，不管朱有没有续任，卢不选他续任嘛，那卢选的话他会让，可是即使让的话，卢如果要选的话。剩下的有经验做过行政院副院长6都的，只剩一个年轻人了，叫做朱立伦，5年级，你知道，其他都4年级哦，不，你们要在党内的和谐跟卢秀燕的要选总统的立场想问题 ，OK， 所以这一席这不能弄拧了，你知道吧？不能弄拧的，因为选主席而分裂，这是对党很大的伤害。我要叙述一下。东豪，如果真的讲的话，人家讲说阵前换将，兵家大忌，那可是854那个不是阵前换将啊。是张克进，他讲说为了什么团结啊，或什么，他不要参加了。你这主将直接走了，那接下来这局如果赵小平有经验，刚自己讲说，看来这局玩不下去，这一定是个大伤嘛。你如果最后2阶全部都过完以后，大家清点比例，如果这边真的罢人家只有1席，人家罢你个20几，如果万一再到媒体今天讲有没有到30，那你连守都不知道该怎么守这些。可是现在国民党。他就是面临到这样一些情形啊。如果照小平刚刚讲的，至少白银的那些不要让他去投了罢免票，那个太严重了，千万不投。再加上，就能够寄望黄国昌来源吗？就是1年以前投柯文哲的选票嘛。那黄国昌做了什么？国民党做了什么可以吸引那个时候投给柯文哲那300多万人？因为是300多万人，然后其中大部分投给国民党，7成以上。那就你做了什么感动人呢？就很简单嘛。你去看这个事情哦，抄名册比较容易有传染力，还是在街头联署比较有传染力？你会看到的是什么？在街头你知道它是蓝的还是绿的吗？还是白的吗？不一定。除了有一部分肢体语言或者样子，你可能可以明显感到它可能偏蓝偏绿之外。有很多上班族，你怎么知道他是偏哪一边？不知道。如果你只连署1天，在街头1天，那就是一闪即逝。在台北市，你就经常看到嘛。那是个传染力。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嘛，你支持哪一边嘛，就是那个是个，它就是一个你可以看得到的东西。东豪，你讲这个，就国民党难道不知道？因为大家都是选举出身的。我直接讲，为什么国民党不知道用偷懒？偷懒。他就是偷懒，因为你知道吗？你讲那个传染力，有时候在街头上那个传染力，因为好像罢免联署，尤其是要罢蓝委的联署，最后一天应该是在大概5月1号前吧，4月30号那天啊，他们要截止，就在我们家附近啊，对，中山国中站呢。我就是开车的时候有经过一些地方，你看到那个路上，你以为是有那个什么有明星演唱，还是什么？因为很多人。然后就想说，那不会是罢免的吧？因为时间算到这么尾端了，该连的都连了。结果后来看媒体报道，还真的是。他们又很悲情啊。对啊，他不是悲情诉求啊。他们后来就是要快乐罢免。所以我就说，国民党为什么不也用这样的方式？国民党偷懒嘛。你前面偷懒，你后面都来不及嘛。素质嘛。好，然后第二个，国民党有没有反攻为首的反攻的机会？谁来主导罢免？这个这也很重要。这都来不及。第一重要。现在讲嘛，对。国民党曾经有一个很好的机会，426。叫李乾隆弄会弄不成。我举例啊，我举个例。426场子漂亮吧？是。可426之后呢？1个礼拜了。快1个礼拜了嘛。朱立伦逛市场了。朱立，那你要每天逛市场，你不要只逛1次给媒体拍啊。426以后发生什么事情？有没有一个是印象让你是觉得是对国民党是加分的？基隆民政处处长，拿民政资料，今天还有后续。国民党文传会发言人怎么讲？那是个案，他告诉我那是叫个案嘛，个案嘛，不评论，等看法院嘛。民政处处长是政府。好，民政处处长完了以后什么？礼拜2开始，《镜周刊》写福安矿业的事情。傅昆萁，就是傅昆萁
你想想看这几天有多少人在帮傅昆萁讲话？你每讲一次，对照今天花莲县政府还钱，先不讲法律的行为上本来就已经完成了。检察官该分案的都分案了，该调查该调查，上次也搜索了。先法律那块不讲，这时候你还钱，撇开蓝绿中间的人，其他人会不会觉得你心虚？你如果做的是对的事情，这是还什么钱？因为前面国民党在立法院好几个人出来帮傅昆萁讲话啊。再过来，张克去请辞。张克你干嘛不请辞？在立法院好几个人出来帮傅昆萁讲话啊。再过来，张克去请辞。张克你干嘛不请辞？一阶我什么都不知道，二阶送件的我不能不知道了耶。你临时找我当领先人，为什么？赖以任没资格啊。赖以任还讲那么多啊？二阶联署是张克金做的还是赖以任做的？责任谁要背？我现在就只讲3件事哦，这1个礼拜之内哦，这就1个礼拜之内哦。今天台中的那个收容还不讲哦，未来还有一个原住民的问题还没处理哦。国民党有没有做什么加分的事情？国民党有没有做什么让一般的人，就是撇开蓝绿基本盘之外，让一般的人觉得，这个在野党监督的不错。也许是你没有注意到，小平是国民党这个礼拜有没有什么可以加分的，可以提一下？这礼拜啊，426就算不错啊，就426以后的这个礼拜之后呢？之后呢？目前没有什么大动作，动作要加大一点。要加大。那未来期待。但特别，我再补一句话，就是白的要回来，蓝的经济蓝、知识蓝要回来。对，这基本盘。对，东豪的意思是你没有做了什么动作能够让这些人都来，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嘛，对吧？选举有时候也没有很复杂，投票有时候也没有很复杂。就国民党有没有做什么事情让一般的人？我不是讲这个反罢免的。当你办了426，骂419那群人是侧翼的时候，就把那一批人整个就推走了，推得很远。好，你不要419那批人也无所谓，你做了什么事情能够让中间的人？头篓不生吃，拿来煮汤，不是一边一国，为什么不好好打？你可以啊，就你们做了什么嘛？太可惜了。然后你对已发生的事情视而不见。张元祥的事情，你想要把它个案化，只是个基隆，有可能吗？他会，我讲了刚刚讲那1、2、3，张克进也在把它个案化，变成只是这个吴思瑶那一区的事情。这3个最起码是加法哦。先不要讲会不会变惩罚哦。国民党做了什么？国民党做什么？什么也没看到。你做一件让人家觉得会讲说国民党做的不错。你才会扭转那个嘛。好，如果照东豪那样讲，小平刚刚讲就是未来动作加大，那敬请期待国民党会做一些能够让支持者回来或什么一些。因为我们的经济蓝、知识蓝超挑剔他不开心就不投票了所以呢，你还记不记得有一次，甚至深蓝有第一次造反是马英九就是年终慰问金砍掉，多少人没出来投？没出来投跟投给宋楚瑜的几百万票，好可怕哦。可是如果真的讲的话，兄王，财经专家，所以我们刚刚一开始讲花莲那件事，那摆明的那个动作，如果在刚才来宾讲的话，就是一个停损，就是知道这件事你们不要再给我讨论下去了。所以国民党现在有很多区也都知道，不要再有负面的新闻出来。但张克进这个你防不了啊，就是他自己就是他觉得他不要，那你能怎么样？就算我看媒体上有报道，像譬如说他们有人讲说。温情的呼喊，就是那不要这时候，尤其面对到赖清德的这时候，那铺天盖地，大家可不可以不要这样？可是那人家选择要这样，或是换一个角度讲，就是因为你们一开始在选择领衔人的时候，你也没想到会是这个样。好，他现在已经走到这个地步了。那接下来呢？接下来对国民党来讲，如果东豪讲的，你们要做出一些积极的、正面的一些东西，你看得到有任何一些吗？或是除了张克进，然后刚刚讲这1个礼拜就发生了这么多一些事情，对国民党来讲，可是罢姚这件事没有说要停哦。代理主委习清也讲说，那联署还是会往下走。可是往下走，这席赵小平刚刚讲，他就动战，他不可能往下啦。
往下走要走得下去啊。如果走得下去的话，那赖以任就不需要再发了一篇脸书了嘛。找那个上穷碧落下黄去找张克进是好，那就等他这个上穷碧落找出来再说嘛。就是说，你可以发现现在国民党遇到的状况，我说战略错误，战术也错误，然后呢，他现在就像个水坝一样，这水坝上面是有洞，而且这个看起来呢，出现洞的状况是越来越多嘛。所以你就看到这个水坝的洞越来越多，千疮百孔在出现的时候，那个是连止都止不住的嘛。那为什么这样讲？你看，刚刚武哥问到2个部分，第一个花莲，你知道花莲那个部分是有多夸张？花莲我是有看完完整的监察院的纠正文的本文哦。你知道在花莲的部分，那个是标准的哈，不管什么知识栏、经济栏，你只要是一般的人看到，你都会觉得说，这个县政府会不会反商反得太夸张了一点？为什么？因为刚刚有提到一件事情呢，这个对于这个福安公司，就幸福水泥的子公司啦，它是什么时候？它是2021年的6月的时候，人家就提出了这个污染操作许可证的展延的申请哦。那6月多提出来了之后呢，他在7月多的时间呢，你看时间有多巧，7月5号的时候他去缴钱，6月25号提出申请，7月5号缴完3000块的审查费，7月7号的时候把人家找来谈，然后被录音录下来，7月25号的时候打回票说叫资料不全，那你知道6月提出申请，7月打回票也是叫资料不全，对业者来讲，那我就补资料嘛，结果补资料了之后，你要知道那时候那个展延已经没有继续了，你已经让它处于要将近停工的状态哦，所以。这个资料不全，人家后来8月份的时候再补件回去了之后呢，又打回来，理由又叫资料不全。这时候你想想看，你是做生意的，你想说我已经补了1次资料了，第2次你又告诉我资料不全是什么资料不全？到第3次再送件了之后呢，这个花莲县政府呢又在环保局再打回票，打回来这次连资料这个不全都不讲了，然后直接打回来哦。所以整从6月开始一路拖到11月、12月的时候，福安公司是受不了。为什么受不了？因为跟花莲县政府环保局这个交涉完全无效，所以呢，他去找中央的环保署，希望环保署能够协助哦。那你去看看福安公司跟幸福水泥遇到的状况。这个各位你去想啊，如果你是一般的企业啦，他叫你去投资啊，投资了之后呢，本来要缴的钱突然大涨了7倍，这跟讲好的不一样。那然后呢，在这个厂在运作的过程中，你连中间连这个操作许可证都可以拿来卡你，让你整个厂无法继续生产。无法去这样一卡就卡了半年的时间，你还要去找中央解套。那如果你是一般的企业的话，你敢到花莲去投资去做设厂的动作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件事情一出来你就会发现这个是现在才闹出来的事情吗？不是，是在上个月初的时候，周刊就已经有报道了嘛。所以傅昆萁在上个月周刊出来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件事情了。可是你去看花莲县政府当时动作有这么大吗？也没有。现在是几号？现在已经5月份哦，所以他等于是不是上个月，上个月是3月初的时候。3月的周刊出来，所以花莲县政府当时有没有想要还这笔2亿？显然也没有嘛。你知道4月的时候才做的动作嘛？这4月的动作就看起来就是大罢免，外加这件事情对傅昆萁继续延烧的效应，因为录音档出来太明确了嘛。所以这就是我讲的这个千疮百孔的状况持续在发生当中嘛。我刚刚所讲的，你不要说这个社会这个什么深蓝的选民，你就是就一般的中间的浅蓝的也好，知识蓝也好，听了你都会觉得很荒唐啊。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这个状况它就会有外溢效应，就。大家会觉得不可思议，就国民党现在难道变成是一个地方可以去反商的政党吗？你这种标签就会开始跑出来啊，所以对很多人来讲会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状况。好，那我讲了，这个国民党之前呢，我们就说这大罢免过程中这种柴火呢。都是各位国民党的党籍立委一个个丢出去的我还没有指今天这郑正前被人家开了记者会然后呢，你看这个情况在发生在轮动的时候呢，战术上的错误是什么？战略上的错误是你面对到大罢免发生的时候，你低估了在推动大罢免过程中的公民团体的这些他的那个企图心。但是呢，在战术上面，你去用抄的这件事情。公民团体在做的，跟我们讲这个国民党在做的是天差地远国民党就是我们看到的，你看像张克进为什么要退出？很简单嘛，他就是看到这么多死亡联署跟这个抄袭的状况，跟这个所谓虚伪的状况，你就会觉得这个再下去的结果，火一定是烧更大，烧更大，谁要继续去淌这个浑水？所以对张克进来讲，如果这个时间点这个淌浑水对他没有好处，他当然选退出嘛。所以说他连备位领先跟张克进2个人都找不到，我觉得很合理呢，因为这个时间不让你找到，对他来讲是最佳化选择。然后，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网友后来也在算你看网友自己在 PTT 上面在算说就前面我们在讲的，你如果在这时间你领先想退出，你就2个方式。第一个方式，你就是这个当事人可能过世当然我们不希望这件事发生嘛。那第2件事情就是你必须要这个在这个罢免提议人里面，你的一阶里面要有1/2的人他要同意你要换，你才可以换。
所以1/2，你看网友就帮他统计这边送件啊，第一次送件2696件，929件的无效；第二次送件2845件，504件无效。所以呢，你送件5541件，有1433件无效哦。然后呢，核效的这个有效件数是4108件，除以2就是2054个人要同意。好，那问题在哪里？你现在要找他回来签同意要更换领衔人，请问你找的2054人里面，你怎么知道你有没有找到那1433个无效的里面的人？你怎么知道你有没有找到你这个里面那个名单里面有过世的人？那你怎么知道你做的事情有没有在抄的事情？所以你会发现，你好几件事情你都无法担保情况之下，请问国民党如果没有找到张克进本人的话，那你现在要叫谁把这件事情再往下推动？所以这很有趣哦，就是我们录影的此刻前没多久的时间而已。这个赖以任才发了一篇这个社群的文章出来，那一篇其实就是告诉大家，要更换他本人上场也是不可能的啦。好，你现在要找不到张克进的话，这个要其他人去代打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有媒体直接解读他那一篇，就是告诉你，罢摇看起来这件事情应该就是卡住推不下去。好，除非像小平刚刚讲到的，这个真的有发生到就是这个戴奇进去找到这个张克进，劝他再继续往下走的状况。但是这里面就来了，请问当事人凭什么？就是我说张克进为什么要冒这个法律上的风险，继续在罢摇这件事情跟你继续往下走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战略上的错误跟战术上的错误都会让你看到国民党在里面呢，再加上这个党籍委员的过去的事迹被拿出来检验，他那个是杀不下来的。然后我再给大家看哦，这里面让大家看到就是国民党现在的这个联署状况跟公民团体的落差。你知道这个国民党联署状况是看起来很多都是这种抄袭的，抄名单，然后呢，甚至这个死亡联署，比较精进一点的会像张渊祥这样用户政系统的，但是是违法的。可是你看公民联署哦。到这几天，我们都知道公民联署呢，像这个很多区域哦，这次大家都说一定会过20区以上，那会20到哪里的差别？这个是罢免廖先祥的联署哦。其实他们这一区呢，对罢免廖先祥这件事情，这个应该是有相当的机会，但是人家到你看到3更半夜的时候，还是在做联署，就到现在看起来都已经各区都将近要截止的时候，人家到晚上还在做联署，所以网友把这篇特别把它抛出来。他摆摊联署，人家就是摆摊成这样子啊。那请问国民党，你的摆摊联署有没有像公民团体一样，就从白天开始摆摊，一路摆到半夜，然后就是为了要把份数给冲出来？据我所知哦，你知道好几个罢团哦，这几天呢就2种状况。第一个，他已经完成自己这个所属的这个罢免区域的联署。达到150%、130%以上的，开始把人力分到其他区域，比如说这个删除危害，就王宏威那一区，他自贡人数500多个人哦，500多个人，他们已经开始去支援其他区域了，因为王宏威的罢免的这个比例已经到了160几%了，所以呢，你看。这个罢团呢，一种是去支援其他的人哦，因为自己的这边份数已经够了；另外一种就是像这样的份数没有到安全门槛，不是没有到门槛，是没有到130%的安全门槛，我就继续往下冲件数，到晚上3更半夜，我也摆在那边，让你有机会来联署就联署。所以你有没有看到，这就是国民党在联署跟公民团体在联署的时候一个庞大的对比跟落差？最后我讲一个小故事啦，这个大家都知道哈，罢团的区域里面。在新店的罗明才那区域是很难的，拔萝卜那一区啦。那我这边给大家看一个很有趣的小东西啦，这个就是他们拔萝卜啊，他们做出来的小萝卜啊，有没有很可爱？这罢团做的。那为什么我特别把它拿出来讲？你知道这个小萝卜的意义在哪里吗？大家都知道，就是说拔萝卜罗明才那一区里面，罢团面对到的心理压力是相当大的啊。面对这个，毕竟对方是808的立委嘛，面对他们家特殊的背景，所以罢团的心理压力很大哈。这个小玉跟我说，他连去助讲的时候，他都觉得我回不回得来这样。但是呢，为什么我要讲说这个拔萝卜？你知道这个拔萝卜可爱是可爱，说他说他们志工呢，就一方面呢，就是让他们去这个志工哈，就是没有人来联署的时间呢，就支这些做这个萝卜，然后就有人来的时候呢，就是可以这个送给联署的人。这是要送给人的，对，要送给人的非卖品。然后另外一个是为什么要有这个东西呢？因为对他们志工来讲。当觉得心里有恐惧、有压力的时候呢，就支这个东西，让自己可以抒压。所以他们说，这个志工呢，焦虑如果特别重的时候，好，这个所编织出来的小萝卜数量就会特别多。所以他们说，这个志工呢，焦虑如果特别重的时候，好，这个所编织出来的小萝卜数量就会特别多。OK。所以编这个小萝卜呢，就变成他们持续下去的时候呢，
对抗压力跟消除焦虑的那个他们的那个小东西。然后结果我觉得看了之后，我觉得这个蛮可爱的。可是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啊，像这样的这么你要说企图心也好。温馨的小故事也好，请问国民党在整个大罢免的过程里面，你们拿出来的反制作为，有办法让一般的公民也好，中间选民也好，甚至是你们自己蓝营的支持者也好，你有办法让他看到像这样子的故事吗？小平是国民党有很多的朋友会讲说，这一定是民进党在后面不管说是怎么样的一些资源，才会弄出像这样一些人。可是你听清华他们讲说，譬如说讲那个摆摊摆到2点，然后说那个。吃那个萝卜，对，那个萝卜是蛮可爱的。这些东西，就国民党是不是到现在还在问一个问题是，到底那些委员干了什么事，让你们这些人愿意要出来，包括冒着恐惧的心情，然后包括要这样的弄到3更半夜，或是再怎么恐惧，编个萝卜，我也要想办法罢掉你。国民党到底是不是真的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你看，其实就是就叫世代的差异。为什么在复兴南路哈？复兴北路，那个南营东路口，为什么几百个排队来被罢免？因为他签的人都是年轻人，我们签的都是老人，所以我们的摆摊晚上不摆，那是对的。老人睡觉，那晚上开始摆，对律来讲是对的，你知道吗？因为年轻人是不一样嘛。你去观察基层的情况的第一句话，好，所以他们看懂了。当初赖清德还那边丢那个拐杖碎成2截，那个要罢。因为其实他们想法，柯总召的想法是一致的，跟赖清德就是我一定要完全执政。OK， 那我们也不够了解民进党的支持者。我刚才已经讲，他的支持者有些偏年轻。好，然后年轻票才是游离票嘛，就可以倒来倒去。好，那你对抗的很厉害，就让他们产生了灵感。我说朝野在立法院的攻防对抗的很厉害，产生灵感说，哎。有机可乘就天时地利人和，那到最后赖清德都松口了，老柯要弄这个，弄成了，那有什么不好？有什么不好？所以他们很简单，他们就是要2个事情：小格局就是干嘛完全执政，大格局2026歼灭你，2028歼灭你，赖清德连任。来，薛伟，第一个能够形成大罢免，当然是有很多因素。好，大家知道这个没有单一因素，对，这个是累积的堆叠啦。曾经在联署的时候，也遇到好几次的危机，也就撞墙期了，就是突然间整个礼拜都根本没有人来联署。但是这段期间还好啦，就国民党不断的有一些事情来添柴火。那其中重点，其实刚刚那个小平同志有提到，就是那你的对社会诉求是什么？当赖清德讲反共的时候，其实我跟小平都应该有时候同台蛮久了，他很早他就喊国民党要反共，因为你的诉求如果是，你的诉求应该是讲了这个节目讲10年，对，不还好，不过朱立伦没有听啊，人家讲了反逼共就收回去了，不还好是钟小平讲的，因为他是国民党的边缘人，他讲的。我们讲是正统的言论，却处境是边缘，这就是国民党危险的地方，对吧？概念大概念要这样谈，对。所以，要不然反共招牌是谁的？是国民党的，是啊，又不是民进党。当你所以现在国民党的领导阶层就是跟民众背离，所以当被质疑，那你为什么不敢喊反绿共？不敢讲，因为这个有佐证的啦，因为他那天那个游行426，刚小平说很成功，但过去这种国民党的大活动如果成功那个一些中国的媒体会跟着大幅报道，那426中国媒体封杀，为什么？因为你喊反绿共，虽然加一个绿，那基本上就反共，那接下来426以后427开始，国民党就不再出现反绿共，对不对？那你这种事情被质疑，你国民党也没说法，那外界会怎么讲？还有，当你把责任都丢给民进党，都说是赖清德的阴谋、罗金德害、司法迫害，那基隆的民政处长的事情你怎么解释？他承认你要知道他到检察官面前，他是不得不认罪因为我们的公务的体系资料库，它有安全设计，每个人都有个代码，你上去以后，什么时候上，停留多久，你接触过哪些档案，都有痕迹的。你根本无从否认起。那请问一下，如果是这样，他一定也很清楚，进去一定都查得出所有这些，为什么还敢这样干？对，所以第一个他是不是都认罪？
30万交保，我都认罪了啊，检察官为什么抗告？人家都认罪了，你抗告什么？就我不相信，就是你一个人干的嘛。他查有没有人指使你？那你知道这个处长是民政处长，不是一般处长这个一般我们政治在讲就是天下第一处了。起定想多一条嘎了。市长最重要的组织在他手里面，民政处长。这管天管地呢，管社区、管里长、管宗教寺庙，会不会弄惯的？所以这个人出事的话，其实也牵扯到，我不是说谢国樑有牵扯多少，那谢国樑的态度也很严重。国民党从谢国樑市长到党中央，没有人道歉。因为这个事情你根本无从辩起嘛。他是民政处长。他有权利去接触到最高层级的民众隐私个资的资料库，你竟然把它泄露出来，就为了国民党要罢免，要罢免民进党的立委，那他必须偷你的什么资料？姓名、出生年月日、身份证字号、你的户籍地址，这些都是很私密的东西。这个民政处长干这种事情，这关赖清德什么事？这跟司法破坏有什么关系？他认罪，那所以我说是堆叠的。你国民党完全没有一个讲法，而且甚至一开始，那谢国樑还保他呢。一开始还说好像要保护他嘛，可能这个处长回去没有第一时间跟谢国樑说，我做保龙公了。但这种事情，你国民党的态度会决定仇恨值有多高。所以像这样的一件事情是很累积。其实我在讲，在4月的差不多今天是5月初嘛，5月2号，在4月20几号的时候，其实我民进党内还很担心担心什么？2阶到底过多少？那时候大概最乐观不是把握就是他们16而已。虽然已经20，但是他跑到25。可见最后这几天大概就大量的涌现出来。好，那朱立伦现在的态度，他从头到尾都是讲赖清德嘛，司法破坏。如果你讲这套有效的话，他最后的那个大罢免的那个联署件数就会整个冲上来。其实也让我们很惊讶，原本连花莲都有一点担心。连结果富贵那区冲到最高169，冲到169。对不对？像我个人，我在收到从海外回来的加拿大，加拿大那个加拿大有多大？1500多份，在海外都签署，坐飞机送回来。所以基本上，傅昆萁的领导来面对这个大罢免，才是最重要造成今天罢免这个局势。因为如果天龙国，其实刚巧平讲的那个举例性，他说什么勿忘在于就即墨跟举城嘛，这是天龙国，这是你们国民党的地盘。照理讲，在国民党的大地盘里面发动罢免民进党的立委，应该是很简单、很轻松的事情嘛，应该是国民党绝对做得到。你只要正常的做，像公民团体一样，在街头劝募、拜托。我一开始很担心我们这2位同志，因为搞到吴思瑶的联署人跑了。我刚看新闻，他只对外界答复说他不在台北，我以为他下到俏家跑回他老婆家了。不是他出现的问题。他老婆家什么意思？我不知道，就他有答复说他在苗栗了，在他娘家啦，有人说在苗栗岳父岳母家了。OK， 但是不是说他找得到人出现就好了？他还要签名盖章啊！他还要承认，他要愿意担任，你找到他也没有用。不是说他找得到人出现就好了，他还要签名盖章啊！他还要承认，他要愿意担任，你找到他也没有用。那这个你也怪在民进党的头上。那难怪大罢免啊，今天对国民党造成这么大压力。我认为朱立伦当然是最大责任。但创下，基隆这件事情还没了，后续
包括媒体这样讲说，机检去连那个机房啦，所有的相关的一些资料都拷贝回去，然后就是要去找那个轨迹，然后还看到底是怎么样。包括连地方的户政人员也有人直接被问，然后也是交保。所以这整个一路这样烧的话，它会有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扩散力的效益，会觉得怎么会连行政都进来？刚军宪委员特别讲，尤其像天龙国，他直接用国民党的地盘。这会影响到什么？小平刚才已经有警觉了，2026，小的是民进党会不会借此然后变成全面执政？再往下走，2026会不会面临到歼灭战？2028就不用想了。如果2026都这样，2028就不要想了。要守住，他们这个守不住的话，连蒋万都想干掉，是吗？他有那个野心，是吗？所以重要，这对国民党来讲，不是到这次大罢免，搞不好罢完，大家还在想会被罢掉几席，3阶过，然后到4阶投票，有可能民进党会进6席，然后会执政，不是现在大家看的已经不是这个地方而已，是2026。蒋万为什么要提倒阁？下面这5个随便只要万一倒掉一个，对所谓的天龙国郡县委员口中的国民党的地盘，搞不好就不是了。这里面一样从战略和战术来讲，战略里面的话，其实这里面真正对国民党最伤的是什么？国民党到目前为止，中央政权要拿回来看起来很难啊，地方政权还是国民党的嘛。但是你地方政权可以搞成这个样子，这个才是对他最伤的。地方政花莲是可以那样搞，那个是这。那另外的是你北基桃，基本上算是整个台湾最成熟的地方，最都会化的地方。北基桃讲一起，基隆可以这样搞，所以你看到温朗东去告，他其实不是告现在的事情，是去年罢两的时候，你们有没有问题？然后有一些像陈柏惟那边也在讲话，黄捷他也要去告，他们也在讲话，那意思是在扩散一个事情，国民党掌控的地方行政机关。是不是其实有很多时候都还非常的古代？那这个东西扩散当然会扩到2026了嘛。那回到这边前面的战术，现在开始不管怎样，下个礼拜出来，6月7号，我真觉得国民党要交出的名单很少了啦。那接下来呢，25个或35个或21个都是蓝区。那本来国民党在这个时候反攻是有机会的，因为接下来就是沉默期了耶。因为40天的查核，40天的查核，然后10天的补件，接下来就是巷战，全面巷战。国民党会不会现在所有的那些委员，其实包括像博弈他们在讲说，国民党现在心里大部分的委员心里有一个谱，就是巷战了，就是3阶，不要再去有侥幸的心，全力去守那3阶。现在你看到，因为现在2阶你只看到罢团，要罢的人一定动作比较大。那国民党现在做的就好，我不知道能不能用鸭子划水啦，就是所有的包括选区的要做服务的那个该还人家税款的，赶快把这个把它给止掉。那负面的不要再出现，正面的尽量多一些。3阶比的就是票了嘛。对，可是全面巷战里面又有一个状况啊。那全面巷战里面被罢都是蓝区，他们的首长是谁？县市长都是国民党的，所以这个时候要打全面巷战，因为这个时候其实对整个罢团来讲。有个不利的是什么？因为打空战太多人了，会散弹打鸟。今天傅昆萁，过3天又变李彦秀，再过5天又变叶元之。其实不像以前罢那个严宽宏，只有一区，只有一个是全国之力，3个月直接下去嘛，会散掉。可是散掉之后，县市长，那现在大家就开始，本来这个时候国民党最大的力气、最大的资源就是行政首长，在这一场一个防卫战里面可以扮演什么角色？但是现在被质疑了，现在县市长被质疑了，行政权的优势被质疑了，所以现在是一个不只是2026，包含是现在你说对蒋万这样讲罢掉一个，所以他们不讲5+1吗？可是现在是你这些地方的首长，你的行政机关，你的行政上的是不是会有不当措施？开始已经用放大镜来看了。那国民党现在连最后的后备队县市长要动起来，都变得非常困难。现在看起来的话，因为这次从基隆延烧出来的状况，已经是讲行政单位，因为所有的人都知道，再怎么样，那你说政党之间的政治攻防，行政单位不管从中央到地方，都应该是守他应该守的那个分际。所以这次出现这个，如果照创价讲说，会不会本来有优势的地方诸侯，然后现在因为我不知道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个样，所以蒋万安很快在议会当民进党的议员在质询的时候，他直接讲，只要有各自这样一些弄都是违法，他就直接讲，
我不知道是不是也是要告诉大家说，台北不可能有这样一件事，行政一定会中立。可是因为这次基隆一定要讲上高，如果再这样延烧，这个延烧中间有一段哦，那时候大家讲，因为台南被搜嘛，所以那个群主有一个被删。那东豪一直跟大家讲说，因为现在只要手机有群组被删，或是里面的对话也被删，那检方就一定会非常好奇，甚或就会我要不要压你？复原太容易。对，好 ，OK， 那有没有串证或灭证之嫌？因为这次基隆这里头中间出现一个，他是用微信，其实，在台湾大概微信的，因为你说可能中国大陆那个地方用微信的当然是多，台湾有很多，可是台湾有很多，对，因为微信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会比较密切，所以这一段有很多人我不知道有没有多想，可是有人就在想说，这一段会不会也让中国大陆那个地方会比较容易会取得相关的一些资料？有人在这方面在讨论像这样的一块。那梁文杰陆委会副主委，他直接讲，他当然有很多老共最喜欢的，我们有几样的一些的资料或什么，这跟这个案子会有关系吗？我觉得一件事就是微信里面你。到最后，数位科技还原过程当中，里面传了哪些资料？重点是里面传了哪些资料。其实你说查的是名不见经传的一般市民，那个有时候对中国来说那是无效资料，就它没有特殊性嘛，它是一般人民，它没有特殊性。那里面有特殊性的，对中国来说，那个资料相对才会有效嘛。那比如说。里面微信传了陈东豪什么兵役，怎么，人家说，名嘴，这个资料我要抠下来。那你说一般的市井小民，根本就是一般人民的话，那个资料是无效资料。对中国而言呐，他是说这个资料是没什么用途的。所以你说用微信，当然，微信是基本上就是要避开能够被监视嘛。因为它是。中国在用我跟你讲，因为很多人都有一个迷思，认为说我用Line比较容易被监听，用微信比较不容易，因为微信确实即时监听困难。可是你只要手机里面你有download，你有流动性，手机啦，手机还原没有问题啊，就主要是手机被扣，它的数位还原啊。你把手机换掉。我照样还是有办法，所以大家就在看你那个群组里面还原后的内容是写了什么嘛？是写了什么？当然，你看谢国良也说了，然后尽量不要使用这些有疑虑的软体。那他跟正风，我觉得他最好笑是那个处长好像不是他的处长。那个，你说大家就会很好奇一件事情，就是说你的政府官员里面在跟。外界联系要做违法的事情用微信，那微信大家就直接就想中国，然后想到中国就说相对会被认知比较安全，我以前在大陆做朋友的生意的人也是跟我说，下载微信然后我们用微信聊比较安全，他们的认知比较安全，他们的认知比较安全，当然你说不管LINE啦，或者是电话通电话啦，用微信通电话啦，它都有一个特性嘛，就是说你要去知道它的通话内容的困难度很高，除非你有监听力，直接挂线监听，否则你要知道那个内容，那你只有把当事人叫来以后，会不会双方说法不一样，去从里面找漏洞。否则，你说微信你用文字的话，那绝对100%可以还原。所以现阶段你就看到他们会用微信的直接想法是什么？直接想法就是相对安全嘛。但是问题是，你手机只要是文字，你手机被扣，它就是可以还原嘛。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安全嘛。那当然，你说这个案子。所谓的张天祥还有共犯未到案，那今天有进一步的去搜索带的人走，这个算不算所谓检察官所说的共犯？其实有一点打问号。就是说
共犯这2个字，到底是指的是市府上下关系还是市府与对外的关系？也就是说上下关系，那可能是不是有接到什么指令啊？不知道。但这检察官一定要去厘清，你张元祥民政局局长，你上面还有人，是否有直接关系？那横向的是，党部主委也被约了嘛，所以有共犯尚未到案，一定不是为党部主委了嘛，一定不是党部主委了嘛，那有被约的都不是嘛，那今天又收手，那个到底是谁？现在检察官还没有明确嘛，那你说，你只要讲到科案，上有共犯未到案，我们都可以直接想到一个人居之，那现在上有共犯未到案，到底是谁？不明确，所以你说这整个案子啊，我还是回到一句话，人民里面你当初要附身份证联署等等等等，大家为什么说困难？是因为人民在台湾诈骗昌盛下的个资，大家都会担心大家都会担心，所以这个案子是变成政府的公务人员释出这样的东西。OK， 那另外，我是说，刚才在讨论国民党怎么办？我觉得国民党该去思考一个叫做主观环境，一个叫客观环境。什么样主观，什么样客观？你客观环境是你到最后的2阶到底进入3阶是几比几？刚才小平说破0，如果25比1呢？那个形塑出来的大环境，罢免的大环境基本上已经对国民党不利。是啊，国民党士气已经先垮一半，搞了半天，那怎么办呢？好，所以我才会说你们现在到底2阶联署要怎么搞？你比如说25比1，请问你到最后大罢免的整个氛围里面，大家在看什么？25能罢掉几个？对，那1席不重要。你们要罢的那1席真的不重要了。因为要看的25席改变国会生态是要看这25个进入表决。对，那国民党就倒霉了。你这是形塑的客观环境嘛？你们形塑出来的嘛？那主观环境是什么？主观环境就是你国民党要怎么做，你的被罢免人的动员怎么样，不要再犯错等等一大堆啊。那你现在看来，你们的主观环境一直都不好啊。不要讲客观啊。你们的主观一直都不好。我请问一下，朱立伦，司法迫害，占独裁，我要罢免，我要弹劾。那今天我们来开个国事会议吧。你觉得这会让人你不觉得这很奇怪吗？他已经独裁了，你要弹劾他了，那他又司法破坏了。你有听过跟独裁者讲说，我们来坐下来谈国事吗？对，跟独裁者说，我们来谈一下国事。我既然独裁，我还跟你共商国事啊？有没有？中国敢骂习近平独裁，骂完了以后，习近平，我们来工商国事吧。你可能都不见了，好不好？因为既然赖清德是独裁，然后你又要跟他共商国事，你不觉得那个逻辑？所以你们国民党的不仅看不到策略，你们连谈事情拿出来的逻辑都有问题。直接回应一下这块，要就站到底，然后累积全党的一个所谓的仇恨值，然后大家一站到底。要就是大家为台湾、为国家，然后为中华民国，大家要共商国事，两个摆在一起，会不会真的出现刚上公讲的这些？因为他现在的位置跟卢秀燕不一样。卢秀燕，你看那场426，他是讲拼经济，那卢妈妈的性格，其实本来朱立伦很温和，可是他选择了426跟战独裁以后，我就没有回头路。所以那还可以开国事会议吗？对，我就是不要讲国事会议，就站到底。即使你觉得应该是这样，大我就是为了蓝绿的对决，小我为了自己的主席连任，我认为要站到底。所以他现在没有回头路。谁叫他去开国事会议的？那看谁给他意见。因为他念之在之啊，你记不记得？对啊，他跟那个10几个县市首长出来就说国事会议，然后跟那个黄国昌也讲国事会议。然后他就一直都在讲国事会议，然后他念念不忘的就是国事会议邀请在野党领袖，他有角色。然后你现在要罢免别人，
然后要弹劾别人，说这个总统应该要被罢免，这个总统应该要弹劾，这个总统是独裁，这个总统动用司法鹰权。然后接下来，我们来谈个国事吧。来，继续。对，不是，主要就是他的态度大转变。你还记得他下令国民党全党要罢免赖清德？对啊，520以后啊。对，那就是要压蒋万安嘛。对啊，对不对？所以他突然间又说，那态度转变太大，说要跟赖清德坐下来谈。我本以为朱立伦被盗用账号，后来发现还真的是他讲的。我说他有一点我觉得他看一下医生，我脑筋转不过来。那叫夺色。所以那跟在后面的国民党这些人怎么办？就你主帅你的路线嘛，你一下子跑到那边当个大令旗要跑来跑去，那后面根本无所适从。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朱立伦最重要的问题了。不过，如果真的这样讲，兄王刚讲到各自战将的一些，譬如我刚才讲，很多战将就是我降低仇恨值嘛。报税季，小新不是也有就是去选举服务啦，报税季的时候大家帮忙啦，这些所有的都就是能够做的，已经在做第3阶的所有这些打算，然后中央那当然就是刚刚俊伟讲。中央好歹定调，国民党就定调大家是战是和，是什么样的策略能够保得这种3主席？那包括各自的委员，大家各自筑高墙，然后广积粮，看你要怎么打。但是现在真的不知道国民党在走哪一条路，就对了。我觉得国民党现在的状况跟溃堤的情况还蛮像的。为什么？你越讲越严重。你刚刚只是讲这个坝上面有洞，你现在已经到溃堤了。对，因为事件越来越多啊。就像这个，五哥，就像我们这个几个月前在讨论大罢免的时候，当时我们就讲说，个别委员的状况一定会替整个罢免过程添柴火。当然，只是你没有想到拉出来的素材越来越多嘛。那还有一些是陈年往事，有一些是目前在滚动中的进行式嘛。所以这些都被挑出来嘛。就比如说像你刚刚讲到这个徐巧芯，他在提供这个报税服务，这是好事，这可以降低仇恨值。但是他遇到的状况是因为他罢免已经在发动中了。对，比如说有些东西比如说像现在最新的状况是，人家经过他的时候跟他比中指，这件事情是为什么呢？因为很简单，这要反讽他之前比中指的那个意思。但是他遇到的状况是因为他罢免已经在发动中了。对，比如说有些东西比如说像现在最新的状况是，人家经过他的时候跟他比中指，这件事情是为什么呢？因为很简单，这要反讽他之前比中指的那个意思。那他就跟对方讲，他就告诉对方说，那个你的中指很美丽，没关系，你可以再多比几次啊。这话一讲出来之后呢，当事人听了当然觉得你这个听起来像呛虾嘛，或者说其他不知道的人听起来也觉得像在呛虾嘛，他就会觉得说，你的中指很美丽哦，你再比出来，你可以再多比几次没有关系哦。这听起来总是觉得怪怪的嘛，是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你说这可以降低仇恨值，但是我觉得有很多的形象是如影随形，你很难降低仇恨值的。那另外一个是像，比如说我刚刚为什么说有些是陈年往事到现在变进行式？你知道像我们新竹市的郑正前就是这个状况。上个礼拜426的时候，426好不容易办一场这么大的这个上凯道的游行哦，结果大家对他的印象有一大块停留在为什么会有越南的移工上凯道的情况，结果呢被看是跟郑正前有关，因为戴都郑正前的帽子嘛。这几天大家又开始算郑正前的这个过去这个在法院里面的判决，关于民事上面为什么那么多这么欠钱不还，到当事人要告到法院去你才要还，甚至最新的是连信用卡的卡债啊，就对。中国信托银行的信用卡的卡债累积到32万，为什么会欠到要银行到法院了，请了支付命令之后呢，才可以要你支付这个钱？立法委员32万呢，信用卡的消费贷款这件事情需要到法院的支付命令才要还，这个对大家来讲都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嘛。然后最后我讲一下就是那个张元祥这个案子哦，张元祥这个案子呢，很多人这个看到关键字的时候才生气，你知道吗？第一时间哦，像赵少康在帮他讲话的时候说：“哎呀，如果他只是去确认这个有人家联署资料有没有死亡有什么关系？不是呢，各位要看一下他是确认什么资料。第一个，他是确认死亡删除掉没有错，但下面还有一个是以党员名册为基础协助更新资料。如果党员名册是旧地址的话，透过户政系统查出党员的最新户籍地址资料，这有没有很严重？我觉得。”我们的观众朋友，大家看了都会有一种共感哦，就感同身受的共感，觉得看了哇塞，如果我的户政单位的这个民政处长、民政局长，他可以把我的户籍地址资料就这样子给出去，这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哦。然后呢，你知道，就为了这件事情哦，有一个资深的户政人员哦，特别在脸书上面传讯息给我，他跟我说
他觉得发生这个事情是真的很离谱。为什么？因为他会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以为，好像我们的户政资料都没有在限制、没有在管理的，好像可以随便乱拿。他希望我跟大家讲，不是。这边呢，他希望我跟大家讲说，我们的户政其实是有管理的。他说，第一个，每笔登录只要他账号密码输入，都会留下电池的记录。你看过谁的资料，这些都会留记录。第二个，对于这些户政人员或是警政都会定期稽核，说，你为什么要看过这些资料？这些你看过的东西，为什么你要看？如果你答不出来或没有正当理由的话，你有可能就会受罚。第三个，这也是这几天在讨论说，张渊祥到底是拿出什么资料在微信上面传给对方？他到底是传纸本的还是手写的资料？是传什么东西？为什么这样讲？因为这个户政人告诉我说，民众来申请的案件才会出现可以列印的功能。对，平常一般你的查询是不会有可以列印的功能的，它是锁住的。第四个，下载，很多人在说可不可以下载一次download大部分资料，多数的民众都以为说他可以一次下载几千笔、几万笔资料，拿走之后就把它拿走了。那我这一位户政人是告诉我说，2年前的时候，2年前内政部呢，这个就来询问说，如果关闭业务下载功能，你们怎么样？后来有很多，当然就是基层人员反对，认为说这会有一些不方便不便的状况。但是呢，后来内政部还是要求下载，如果不是专案或特殊需求的话，你不能使用下载功能。OK， 所以下载也不行。然后呢，第5个，他说户政系统呢是要透过专责人员呢去做使用的，通常政务官不会想要去搞懂户政系统。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我们看到是不是除了张渊祥之外，又有2个户所的主任，再加1个那个承办员。然后第6个，他说为什么你今天看到新闻是会去收那2个户所？他说因为每个县市都会有1、2个机房汇整该县市的主要记录，并且做备份，所以显然今天那一个就是主要机房所在的那个户政事务所。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看完之后呢，你来看看完之后你再来看这样张渊祥的状况，这就很有趣了。张渊祥是怎么把这些资料传到那个微信的群组里面去的？他的做法只有几种可以选而已上面这一块这一块自己来的部分就不用了，因为现在看起来他是透过下属来，所以下面他要怎么做？现在看起来列印这件事情是有困难的，下载这件事是有困难的，所以他只剩2种方式第一种是抄写第2种是手机翻拍拍照，所以比较快啦。所以你就看在户政事务所里面有一个户政人员拿着手机看着电脑翻拍，传给那个。传出去了之后呢，这些照片照下来的户政资料再转到微信群组上面去，你有办法想象这么荒唐的事情，竟然就发生在基隆，就发生在中华民国，这让大家看了真是觉得叹为观止。所以这个户政人员希望大家知道说，我们的户政系统现在管制真的是很多，没有这么容易被大家盗走。但是如果当事人动机坚强的话，那是挡也挡不下来。翻拍，传给那个传出去了之后呢，这些照片照下来的户政资料再转到微信群组上面去，你有办法想象这么荒唐的事情，竟然就发生在基隆，就发生在中华民国，这让大家看了真是觉得叹为观止。所以这个户政人员希望大家知道说，我们的户政系统现在管制真的是很多，没有这么容易被大家盗走。但是如果当事人动机坚强的话，那是挡也挡不下来。我忍不住要讲说，张渊祥为了罢免这个张志浩他们两个，他要让所有的户政人员都跟着背锅，而不是他一个人的事情。国民党到今天，你怎么对得起这些户政人员？这些户政人员都是基层的，对，要信任一个政府，要信任一个公务员是多么不容易，要花多少时间才能建立的一个信任感。为了他一个人。补充一下，以前这种案例各位去搜一下，很多都是一些警察啦，因为他也接触得到，他把那个各自，比如给征信社啦，给讨债公司啦，但都是零星个案。像基隆这个处长带头，这就是集体系统性的犯罪，这其实是非常严重的一个丑闻。然后公务人员每一个公务人都被赔进去了。还要请教大律师，像这种以后的刑责上就要加重刑。对啊，公务员要加重1/2啊，因为你有权利啊，你的职责应该是保护这些不外泄。你竟然还把它偷出去，这个当然要严查到底啊。OK， 那当然就是他的手法上面，我就想，如果要是到后面不管起诉或者什么，大家就会看到说相关的一些内容到底用什么样一些的方式。可是重点就是行政绝对不能牵扯到这个里头。东好，最后1分钟可不可以问一下，你觉得整个罢免到最后，
那个数字出来以后，一路进阶到第3阶段呢？你判断第3阶段会是什么一个状况？胜或2026言之过早，我不会这样子看，但是3阶来讲，也许30:1吧，也许吧。一是哪？因为对，就是看小平啊，小平他们在我一定要给他面子啊。小平这么认真啊？对，我一定要肯定小平啊。2阶联署下去，不要再用冒名联署了哈。不会了吧？现在2阶、1阶国民党要过啊。国民党在自己讲的要过啊，而且9万人一定要。国民党困难在哪里？提议人不能成2阶联署了，对啊，所以他们也没名单可以抄。对，所以呢，你不要再搞死大家好不好？很多无辜的人受害，被拉进来当垫背的，那罢免国民党的，当然最后就是从今天开始，你会看到一个一个先排了，气势什么是一个一个往上加啦。我现在在等说有一个号称联署率是200%的，会落在哪一区啊？OK， 韩国瑜是170几嘛？到目前为止最高的是169嘛，就是傅昆萁还没破韩国瑜那个记录啊。OK， 来小平，最后30秒，这个大罢免有什么呼吁？一定要改变，改变才能生存。所以重新口号就是要。就阻挡中华民国保卫战，阻挡一边一国，这是纲要跟轴线啊，这个是脊椎骨，下面的血肉怎么填的战术，现在连战略都是次要的哦，脊椎骨是最上面那个意识形态，那人的操作，我觉得要大幅改变，我觉得这个时候啊，2个关键人物啦，一个猪啦，一个卢啦，好，就是要选主席不选主席都要提前讲，去跟朱金城合作，这第2部分，第3。各地啊，就开始要建立信心，因为现在信心溃堤，这是个大麻烦。那因为你是反罢免，你是劣势的反攻，所以要打破、打掉、重练，才能把委员救下来。OK， 来建委30秒。第一个啊，大罢免真的很有效。专治伤风流鼻涕。因为在立法院的议事很顺畅。238个预算决动案直接复委。今天啊，副委就到委员会审查了啊，因为傅昆萁很忙啊，所以大罢免很有效。第2个，花莲县政府就把钱还给那个被他凌虐的厂商。那我想跟大家报告，要把握这几天，要把2阶段冲上来。为什么？因为我们希望所有全国的罢免大投票，在同一天来全国投票。你如果一分开时间的话，它可能分2天投票。那效果可能就很不一样，所以最后冲的就这几天了。大罢免很有效，大家要冲了。OK， 接下来那第2阶段呢，都已经快接近，尤其对罢蓝委员这一块来讲的话，大概都已经快接近了尾声。最后整体先排以后，那到底数字会是多少？那对于国民党来讲的话，那后面能够像小平刚刚说的，有什么样能够改弦更张的，能够做出什么样一些不同的一些策略？对于绿委又会是怎么样？整体而言，不管大罢免或对国内未来整体的政治结构会有什么影响，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您的收看，谢谢我们的我们下周见，拜拜。